在湖南的群山中，無人機無意間發現有一棟孤房矗立在半山腰上，房屋的周圍開墾了菜地，一條羊腸小道直通山頂。我們沿着山路往山上探尋，在下山的途中，偶遇了這個房屋的主人。他為什麼至今還要生活在這高山上呢？走，讓我們出發吧。走遍湖江大地，領略風土人情。嗨，大家好，我是天福。今天我又來到了湖南的一座大山裡面。剛剛我們的無人機發現，在我身後的大山的半山腰上有一棟房子，不知道房子裡是否還有人居住。但是房子的周圍開墾了一塊菜地，種了綠油油的蔬菜，還有我身後有架設的電線桿，電線往山谷裡面延伸。我想那棟房子裡應該是會有人居住的。好啦，我們現在就沿着山谷裡的一條泥巴路出發吧。嗨，大家好，我們現在在山谷的入口處，在這個位置啊，我們發現這座山呢又是一座石頭山，旁邊還有當地村民在這裡布置的黑色的水管，我想應該是這裡的人從山谷裡面接的山泉水引到下面的村子裡來飲用，或者是灌溉農田，或者是土地。這裡的山泉水應該非常的充裕，我們在這個山谷的這個位置啊，都能聽到很響的溪流聲。在這山上，滿山遍野的都是這種茶子樹啊。這條碎石泥巴路呢，還算是比較寬，有接近2.5米左右。通一般的3輪摩托車或者是那種農用機車還是可以的，但是普通的家用小車走上來呢，還是比較費車。這裡的道路啊，還是凹凸不平的。旁邊這裡都是羅漢松。整個這一片呢，是當地村民種植的這種經濟作物羅漢松。我們在湖南的大山裡面，很多地方都看到過這種羅漢松。這個電線桿看上去是新架設沒多久，而且電線的布置的走向應該是往山上延伸的。旁邊這裡應該是當地村民開墾的一塊田地，專門來栽種茶子樹的吧？是的，現在栽了一些茶子樹。我鏡頭前就有當地村民在這裡種的蔬菜。這裡有一個石頭搭建的便橋，以前是村民到對面這裡去打理菜園子。你看這裡，這一排都是用石頭壘砌而成的。是的，以前這個地方啊，我猜想應該是一個古老的村落。我右手邊這一排呀，有10來棵桂花樹啊，應該是當地村民以前種植的，長得非常有規律。不過現在已經過了桂花開花的季節了。我想在中秋節前後啊，這些桂花樹啊，肯定是花香四溢，十里飄香。以前幾十年前，桂花樹非常的暢銷，很多人就喜歡把桂花樹啊栽種在家裡門前，或者是別墅裡面移栽桂花樹，非常盛行。所以那個時候桂花樹啊特別的昂貴。這棵羅漢松長得特別的茂盛。都是大面積種植的這種羅漢松。
啊，我鏡頭前看到有人晾曬的衣服，還有砍的沙樹。房子就在我們的左手邊。哦，這裡看上去應該是有網絡耶。我看一下有沒有。這是中國電信的嗎？我這裡沒網。啊，這個是這棟泥土房，這戶人家種的綠油油的蔬菜，有白菜、香蒜，還有蘿蔔，還有那個是卷心菜嗎？是的，只是還沒有完全捲起來。哇，種得非常好。它這棟房子它也是泥土房。這裡是他們砍的沙樹堆放在這裡，在他門前看到擺了好幾個這種蜂箱，應該他們家可能也會養一些蜜蜂。哇，這棟泥土房看上去有蠻久了，至少有30-40年以上了。他這裡養了好多隻鴨子。哇，看樣子是應該還有人居住。是的，因為他房子的門前有晾曬衣服，還種植了非常多的蔬菜。他這裡還養了鴨子。是的，門前堆放了這麼多柴火，有土鴨，還有洋鴨。哇，這裡面的山泉水呀，從山谷裡面流下來。他這戶人家吊腳樓也是典型的鄉中民居特色。他這個門上放了非常多這種籮筐。啊，竹編籮筐，因為他們這個地方啊，主要山上生長的是一些竹子啊，所以他們竹制製品會比較多。他這裡還安置了這種微型鍋。是的，在山裡面呢，很多村民他們為了增加一些娛樂活動啊，他可能要安裝這種衛星天線，主要用於接收電視信號。他們還養了雞嘞。是的，做了一個雞籠。看，從這個位置看一下，它這個是國家電網。可能他們家還安裝了網絡，所以在這個山裡面啊，他們有水、有電，甚至還有網絡。那生活在這裡還算是比較方便啦。只是今天非常不碰巧，主人不在家，有一個拖拉機，還有這種鐵的翻斗車。這應該是算盤吧？這個不是，在這個農村裡面呢，真的是有燒不完的柴火。這個呀，還真的沒見過耶，不知道是做什麼用途的。在很多農村裡面呢，有些奇形怪狀的一些農用工具啊，是我們沒見過的。這個地方沒網，不然我可以搜一下這是什麼東西。哦，你看這裡都沒網絡，想想這個山裡面還算是比較偏僻啦。我先把它拍張照拍下來，等會兒有網了再把它搜一下，看這是什麼。它這裡都是接的山泉水，哇，好冰涼的，有水。然後在這裡也是擺放了蜂箱，這裡有一棵桂花樹。它這個房子呢，背靠一座山，也算是比較空曠了，周邊。在這裡還是蠻適合居住養老的。它門前有一個青石板搭建的這種便橋。
哇，這些鴨子平時都可以在這個水裡面嬉戲。它還養了羊。哦，我聽到了羊的叫聲，是吧？我估計他這裡呢，應該也是老年人在這邊留守。這個是井嗎？還是什麼？不是，不是啊。這些蜂箱哦，還有蜜蜂啊，在這裡採蜜，看到沒有？是的。好了。這家主人不在，那麼有可能他去這個山裡面去勞作去了，在山裡面做事去了，或者是到山下去了。那麼我們就不停留了，我們繼續沿着山谷裡的這條路啊，一直往裡面走，往山上走。我們無人機發現的那棟房屋啊，在這座山的半山腰上。現在這條路呢越來越窄，你想這條路呢就只能夠走步行進去了。剛剛上來的那一節路呢，勉強還能開車，走3輪摩托車，但是這條路呢，連騎摩托車都有困難，沒法騎。你別說，這山上的水資源還是蠻豐富的。是的，所以山下的人都拉了很多水管啊。你看，滿地都是野菊花。在山裡面，如果对中药理知識非常的了解的話呀，就可以採摘到很多有價值的中草藥。你看這條路都是這種青石板搭建的路面，山泉水的水管呐，一直布到這裡來了，還在往裡面延伸。這條路看上去還是有人走動過，不然雜草啊都會長到路上來了。哇塞，這裡他搞了一口池塘，這裡還養了一條魚。是的，這裡呢也是青石板搭建的一個便橋。哦，看到一條金魚是吧？是的，那裡還有一條。哦，它這個地方確實是特地挖了一口池塘，裡面可以養一些魚類。然後平時它那些鴨子啊，都可以趕到這上面來。像夏天呢，就非常適合的在這裡面嬉戲這些鴨子。這個水管吶，接到這個位置來，在這裡安裝了一個水塔，來蓄集這個山泉水，然後再從另外一根水管轉接過來的。剛剛聽到這個山上有一些悉悉嗦嗦的聲音，是吧？在山野裡面肯定會有一些野獸啊，一些不知名的小動物穿梭，這是很正常的。在這山谷裡面格外的安靜。今天的氣溫比較合適，既不冷也不熱，還沒有太陽照射。我相信以前這個裡面應該是住了很多村民，估計後面慢慢的都搬離了山裡面。這裡是種植的
茶籽樹。你看它这里，好多石头垒砌而成的。你看一下，是的，古人的智慧真的了不起。以前那个时候哪裡有使用水泥來粘貼呀？都是天然的石塊垒砌而成的地基，而且還非常的牢固，都長滿了青苔，上面也是雜草叢生。以前估計這裡是一戶人家的房屋地基。這裡又有一個水塔。我這裡看到小鳥了。好了，繼續往前走。以前住在山裡面的人，上下山只能夠步行，那麼要運送一些比較重的物資啊，可能會使用獨輪車。那麼這條路呢，應該勉強可以行走。使用獨輪車。你看這裡，這些石頭就跟搭積木一樣的搭在這上面。是的，這個台面呢就非常的高啊，這裡有2-3米的高度。它這裡還專門用木頭制作了這樣子的一個圍欄。可能是防止一些牛啊、羊啊到對面去啃食菜園子。這個地方以前應該是種植了一些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農作物。哇，這個是桂花嗎？是的，桂花樹。桂花樹都還有桂花在上面，只是有點淡淡的清香。我們走到這個山谷裡，除了可以聽到我旁邊這潺潺的流水聲，偶爾還能聽到空中有飛機經過的聲音。在這裡，還有當地村民砍伐的這種沙樹，堆放在這個道路上。哦，這個地方啊不好走啊，慢一點，小心一點啊。這個路啊都被這些樹啊給搓得非常的鬆軟了，全部是泥巴。這要是下雨天呢，都不好走了。下雨天的話，就最好不要到山上來探險，不然會很危險。全部是這種古老的青石板吶，像山上這種石塊堆砌的路面。我們現在還是在往山上攀登，那棟房子在半山腰上，所以可以想象，住在山上的那戶人家，他平時上下山還是不方便。你看，像這裡呀，真的就非常的窄了。這條路，如果下雨的話，這個旁邊呢很容易坍塌下去。他們砍樹是可以走這條道上去的。是的，這個應該是伐木工啊，經常從這裡上去，把這條路啊，這個位置啊，磨得很光滑了。啊，哎呦呦！是的，這條路是他們放木材下來的，直接從上面丟下來的。像這種巨大的石塊啊，就是這石頭山上就地取材，把它放在路中間來做墊腳石。這條路呢，整體呢也是沿着山體開挖的一條路。我們在這個道路上都可以看到有這種山羊石。
我猜想，哦，是的。我猜想住在半山腰的上面这户人家，家里应该是養了山羊。你看到这個位置都還有很多山羊屎。山羊就是漫山遍野的跑。在這種山谷裡面呢，峭壁上啊，來回穿梭，非常的輕便。山羊在山裡面養山羊，基本上就是放養的，它們是不吃飼料的，純粹的就是吃草。而且很神奇的就是，每次白天放出去的羊，它們到晚上啊，還會自己跑回家裡來。那就需要一隻領頭羊來帶領。哇，這個路面呢，還是非常的陡峭，坡度大概有70度左右。你看，我們是空手上來了，走起路來都很疲憊，很吃力的走這樣的路。那麼，像一些老人家呀，住在山裡面的老人家，他們上下山吶，你說會有多艱難？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他們仍然繼續願意堅守在這個山裡面生活。所以，等一下我們看看能否遇到山頂上的這位戶主，跟他聊一聊他們以前住在山裡的一些狀況，一些生活習俗。哦，從這裡看下去啊，這個海拔高度接近有100來米高了。這裡有一個滑坡，當地的伐木工會把砍伐的沙樹堆放在這裡，讓這種沙樹滑到山谷下面去，這樣方便托運。是的。這山上有價值的樹木啊，就是沙樹，然後就是山茶、紫樹，然後就是竹子。這些是板栗吧？地上的。是的，這個應該就是這邊樹上野生的這種板栗，但是好像都沒有什麼價值了，都掉落了，因為沒有人去打理了。這裡面住的人不多，就慢慢的田吶、地呀、果樹啊都荒廢了。現在這裡能聽得到鳥嘰嘰喳喳的叫聲。這裡有一條岔路，這一條呢是據說往山頂上，而這一條則是通往另一個路口。我看一下啊，這條路看上去走的人比較少，比較荒蕪，看上去，我覺得應該是往這裡走。好，我們先往這裡走吧。這條路看上去要更寬闊一些。不知道是什麼人，他仍然選擇生活在這樣子的大山裡面啊，與世隔絕。在這裡我就可以看到房子了。哦，是吧？所以我的選擇又是對了。經常走山串村的，還是走出一點經驗來了。這裡栽種了山茶樹。你看這一大片的這種荒草啊，
長得比人都要高幾倍了。這裡是一大片的竹子，這裡是人工種植的茶籽樹。哎呀，走上來真的是還挺費力的嘞。我們無人機發現的那棟泥土房啊，就在前面50米處的樣子。那麼我們現在就走過去，看看能否碰到這棟房屋的主人。哎呀，我得從這邊繞上去。看起來近在咫尺，其實還要再走100多米，還要經過一片茶籽樹啊。哦，哇，听到山羊的铃铛聲了。哦，哇，山羊在迎接我们呢。哦，看来山羊今天還關在棚子裡面沒出去。真的是，這棟房子應該都快接近這座大山的山頂了。它這裡種了好多這樣子的山茶花哎。茶籽樹啊，就是結茶籽的，可以來煉油，煉成茶籽油。在湖南這邊呢，這種茶籽油啊非常盛行，而且價格賣得特別好，至少都賣到80塊錢左右一斤呢，80塊錢一斤。啊，我鏡頭前是一個山羊的棚子，它是用木頭搭建的山羊居住的地方。現在這個時候，山羊還沒有放出去，還被關在裡面。看到一隻山羊了。現在才11、12點，它應該下午才把它放出去。對，很多都是上午啊，先讓它餓個一上午，下午讓它自己去山裡面覓食，這樣減輕主人的負擔，不用餵養它。哎呀，哎呦，難道主人也不在家嗎？快到吃午飯的時候，主人估計還在外面幹活。哎呀，這裡真的是漫山遍野的山茶籽樹。這裡還有砍的沙樹堆放在這裡。門口放了一些蜂箱，看樣子是像是廢棄了。它這裡還有2個南瓜，但是呢，可以看得到裡面有蜜蜂啊進出。這裡有一台電視機，廢棄的，丟在這裡。這2個南瓜，看樣子是丟在這裡了。門前是堆放了一些雜物，木頭、木材。哦，這棟房屋啊，看樣子至少有50、60年沒的房齡了，至少有10-20年沒住人了，也是設置了這種吊腳樓的形式。這棟房屋比我們在剛剛山谷的入口的那個位置看到的房屋還要老一些。是的，年代還要久遠。看它門口啊，雜草叢生，完全是沒有人住的，
生活的痕跡。啊，從這個位置看，玻璃的後面的那些牆壁啊，基本上坍塌了，只剩下這一面牆了。但是你說奇不奇怪？它這個地方雖然廢棄了房子啊，但是它的房子的後面竟然有一片菜地嘞。所以說我們從無人機看到的狀況啊，你看是非常奇怪哦。可能這家房屋的主人啊，他沒有在這上面長期居住，只是在這上面搞養殖，偶爾會上來。看他的山羊，就是養在這裡面，從這裡可以下去，鎖起來的。可能下午會上來，把這些羊放出去。哎呀，非常可惜，沒有遇到主人。你看這個房屋啊，基本上是牆倒屋塌了，沒法住人。但是它這周邊吶，種了這麼多菜，綠油油的蔬菜。有白菜、大蒜，他們這家房屋的主人以前祖祖輩輩有可能都生活在這裡面，他們選擇在這個上面呢居住啊，真的是特別的有毅力耶。是的，你看，當我站在這裡的時候，遠處的視野非常的開闊。你看，在這裡種一些蔬菜呀，搞一些養殖啊，過着這種自給自足的田園般的生活呀，還是非常的愜意。我看看這裡有沒有信號。你在山頂上看一下有沒有信號。你看對面的青山連綿。哎，它竟然這裡有信號嘞！哦，因為它已經是接近山頂了，所以這個地方比較空曠，按道理應該會有信號。手機有信號，這地方真的蠻不錯的，可以有山泉水，還可以搞養殖，關鍵是還有信號，它是應該也會有電可以給它拉上來。而且現在這裡視野非常的開闊，晚上的時候要是搬把凳子坐在這裡，可以看星星，欣賞夜景。是的，確實挺不錯的。它門前還栽了幾棵非常大的桂花樹。所以在中秋節前後啊，這裡啊，桂花滿樹，十里飄香，香氣四溢。這種泥土房啊，肯定以前就是就地取材修建的。這裡還有電線，以前，所以以前電是不缺的。有電有網有水，門上還有燈泡，說明這以前呢，生活在這裡呢，有電有水。還有網，還是非常的方便。在這個位置，時常都有飛機經過。你看，估計才離開機場的，或者是馬上要降落的飛機。航線的主幹道前後不相差5分鐘，又有一架飛機從我的上方經過，應該是才起飛的飛機。我也要像山羊一樣飛檐走壁，到下面來看一下。哎呀，這條路啊，我看這裡養了多少頭山羊啊！哎呦，哇，小羊仔！目測一下，大概有30頭，還有2、4、6、8、10、12、14、20，大概目測看了一下，大概有20多頭吧。哇，地上一堆的山羊糞便，有幾隻山羊的脖子上掛了小鈴鐺。這裡有一條道可以通往後面的山坡，我估計是這些山羊經常走的地方。飛檐走壁啊，這些山羊。今天呢，就
只能夠分享到這裡啦。我們沿着山谷裡的一條羊腸小道往山上探尋。雖然我們找到了無人機發現的這棟房屋，但是很可惜，這棟房屋如今已經廢棄了。而這棟房屋的主人在他房子的周圍開墾了一片菜地，還養殖了山羊，應該是繼續做養殖業。但是這棟房屋的主人如今沒有居住在這裡，也許他應該是和他的兒女生活到城鎮裡，過着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吧。好啦，今天就給大家分享到這裡了，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你好，阿姨，我到這山上來玩吶。啊，我們發現山頂上有一棟房屋，然後走上去看一下，然后發現上面有人在上面種了菜，還養了山羊，但是主人不在，那房子也廢棄了。哦，就是你的呀？哦。哎呦，非常的幸運呐，能碰到主人了。我刚刚在上面還在想，哎呦，要是能碰到主人就好了。啊，就是你的哟。就是我的。那你這個房子有廢棄多久哦？有待了7、8年的。有7、8年沒在上面住啊？我看到房子都坍塌了耶。倒掉了。就倒掉了。倒掉了。你有多久？你7、8年沒在上面住了？沒有啊，我去到下面去了。哦，你現在房子在下面。就在外面的公路上去了。那你平時去上面摘菜摘下來？哦，我走上去這個路也不怎麼好走哎。是的。嗯，你養了幾頭山羊啊？剛剛在那裡看一下。26啊。哦，養了26頭。哦，我看它關起來了，是下午才放出去嗎？嗯。你現在在幹嘛呀？就是這裡搞一點柴火喲。哇，這個阿姨好厲害耶！你有多大年紀啊？56啊。56歲哦。哇，你站在這個下面怎麼下去的呀？剛剛。哦，從這個位置下去的。哦，站在邊上。哦，你要小心一點哦。砍一點柴火，家裡就是燒點柴火，砍完柴火再到上面去把山羊。那些山羊它會自己吃完了草，到天黑之前，它會自己到棚子裡面去嗎？哦，我看上面種的菜也種的挺好的。我在想，應該上面種了菜的話，應該會有人居住了。哪知道走到上面去的時候，那房子都垮塌了。7、8年沒有住人就垮塌了呀。才搬下來，那我覺得上面住的挺好的呀。挺好的，也好累是吧？就是平時上下山不方便。以前你們這裡是一個古村落嗎？以前這個山上那裡就只有你們一戶人家住在上面嗎？一戶人家。以前就只有你們一戶人家呀？我們沿途走上去，看到很多用石頭堆砌的那種房屋地基啊。以前這個半山腰這邊路上有人居住嗎？以前這個半山腰上有人居住嗎？沒有。沒有哦。沒有。整個這山上就沒有人居住。沒有嘞。哦，我拉你一把了。來，沒事沒事。不要了，不要。哎呦，阿姨好厲害喲！哎呀，這麼大的樹。哎呀，要把它弄上來，確實是不容易啊！住在山裡面，只能是靠這些。我們也是到這個裡面來玩一下，我們就是喜歡探訪這些古村落呀。我在想，這條路以前應該經常有人走啊。那麼你們這條路以前就有這麼寬嗎？還是？有，這裡有個溝哎。以前就有這麼寬吶？哇，那麼以前你們上下山是怎麼上下山的喲？只能走路嗎？都是走路嘞。都是走路。那要扛一些比較重的
東西的時候啊，那怎麼辦呢？不能搬啊，就是只能夠嘎不丟啊，肩挑手提。哎，以前会用一些獨輪車嗎？這個搬馱是他的那個說明去。啊，有那種獨輪車可以使用嗎？那牛派了。啊，用牛啊，用牛去運輸一些比較重的。上去嗎？上去坐車嗎？我剛剛走上去有點累啊，以後有機會再來吧。好，有的。是吧？我們就跟你聊一下天了，也沒關係，下次有機會再來。好，有的。哎呦，以前不陪你，我要上去放羊去。哦，要放羊去了啊，差不多中午之後就要放出去了。讓它先餓一上午，然後到山裡面去覓食去。那養的羊，除了讓它自己吃草，自己什麼都不用餵吧？我的是早放了出去，把它压根没得。4、5點鐘就回來就趕一下。哦，你5點鐘還要到這上面去趕一下，把它關起來。好，慢走哦。好，謝謝啊。我們剛剛從山上走下來，剛剛在山上有網絡的時候，我用手機查了一下，這個農用工具叫做紅薯刨絲器，它主要就是將紅薯放在中間這個斗槽裡面，然後用這種滑輪前後推動帶有刨刃的滑片，將紅薯刨成均勻的細絲，然後晾曬成這種紅薯乾，或者是制作澱粉或者烹飪食用。就是我們小時候吃的紅薯乾、紅薯片，就是用這個制作而來的。哦，這個也是屬於農村人的智慧，這個省時省力，這個東西比較方便。這個東西主要是發明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至90年代農村的常見的農具。所以說，農村人的智慧啊，真的是不可小覷啊。但是隨着時代的發展，電動加工的設備普及，這種手工的刨絲器已經逐漸退出了日常使用。也就慢慢的淘汰了。是的，科技改變生活嘛。它這個東西成為了具有时代印記的老物件。